好學貓。睡前聽完一本書，今天我們讀《老人與海》。或許你第一次聽見這個名字是在年少的課本裡，一位年邁的老漁夫久久捕不到魚，終於出海釣到一條巨大的馬林魚，拼死搏鬥3天3夜，最後帶着一副光禿禿的魚骨架歸來。年少懵懂的時候，我們讀《老人與海》只讀得出遺憾和可惜，讀不懂為什麼這樣一個看似什麼都沒得到的故事能跨越歲月長河，成為不朽的經典。後來我们長大了，經歷了一些事，被生活拖拽過，可能也像那個老人一樣，空手而歸過許多次。某個深夜再想起這個故事，忽然覺得那副骨架好像沒那麼輕了。今晚我們就來重新讀一讀它。這本書的作者歐內斯特·海明威，一個留着大鬍子的美國硬漢，喜歡打獵、捕魚、鬥牛，經歷過2次世界大戰，身上取下來過200多塊彈片。他曾說，一個人可以被毀滅，但不能被打敗。他的文字像淬過火的鋼鐵，乾脆有力，不拖泥帶水。他發明了一種被稱作冰山理論的寫法，只說1/8，剩下的7/8沉在水面之下，留給你自己去感受，去填補。而《老人與海》是他晚年的巔峰之作。憑借這本書，他同時拿下了普利策獎和諾貝爾文學獎。但也許比這些獎項更動人的是這本書裡那個孤獨的老人，那條被拖得只剩骨架的大馬林魚，還有那片沉默不語卻又包容一切的大海。今晚我們不趕時間，我會慢慢地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講給你聽。你不用記筆記，不用思考什麼深奧的道理，你只需要閉上眼睛，跟着聲音進入那個老人的世界。你準備好了嗎？那我們開始吧。故事的開頭是這樣一個畫面，一個老漁夫獨自坐在一條破舊的小船上，船帆用麵粉袋打了幾個補丁，收起來的時候像一面永遠失敗的旗幟。他已經連續出海84天了，一條魚都沒有釣到。84天，每天天沒亮就出海，在烈日下暴曬一整天，黃昏時分拖着空空的小船回來。起初村裡還有別的漁夫陪他一起出海，後來那些漁夫開始躲着他，像是在躲一種晦氣。只有一個叫馬諾林的小男孩還願意跟着他。馬諾林從5歲起就跟老人學捕魚，老人教他認海流、拾魚群、綁釣線。在老人眼裡，這個孩子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。可是到了第40天，馬諾林的父母也撐不住了，他們覺得老人的運氣實在太差，命令孩子上另一條船。馬諾林不願意，他站在碼頭看着老人獨自解開纜繩，眼淚在眼眶裡打轉。但馬諾林還是每天去碼頭接老人，幫他搬船槳、收吊索。他比誰都相信老人。他對老人說，你是最好的漁夫。老人也相信自己是好漁夫。他老了，瘦了，脖子上的皺紋深得像海溝，雙手因為常年拉吊線而布滿老繭和傷疤。但那雙眼睛，海明威寫，那雙眼睛像海水一樣藍，是愉快的，毫不沮喪的。這大概是我們認識這位老人時最該記住的一點。84天沒有釣到魚，但他沒有沮喪。他像一塊被海浪反覆沖刷的礁石，表面被磨得光禿禿的，內裡卻堅硬如初。第84天傍晚，馬諾林幫他收拾好小船，轉身要走。老人叫住他，說，明天我要去遠海，去誰也沒有去過的地方。小男孩看着他，認真地點了點頭。那你一定要小心。老人笑了，放心，我運氣不好，但我有辦法。
天還沒亮，老人就醒了。大概是凌晨4點左右，他摸黑喝了點咖啡，吃了半條馬諾林前一天帶給他的魚，然後扛起船槳走向海邊。夜色很沉，星星還亮着，他赤着腳踩在沙地上，把船推進水裡。他喜歡凌晨出海，這時候海面最安靜，沒有風浪，沒有別人，只有他和這片海。海明威寫這一段的時候，用了非常沉靜的語氣。他寫，老人一邊划船，一邊看飛魚被海豚追逐，看海鳥俯衝入水，看水母像一個個粉紅色的氣泡漂浮在水面。他大概划了2個多小時。天亮了，太陽從海平面上升起來。老人的左肩上背着吊索，右手握着槳。他一邊划，一邊把魚兒放下水。他做這些事的時候，動作非常慢，非常輕，像是怕驚動了什麼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海那麼大，魚那麼深，至於這麼小心翼翼嗎？但老人知道，大海裡有比人類更靈敏的東西。吊索入水的角度，魚兒下沉的速度，甚至船身在水面上投射出的陰影，都可能驚跑一條警覺的大魚。他在這片海上待了一輩子，早就學會了像魚一樣思考。他把船慢慢往更深的地方划去，水色從淺藍變成深藍，又變成近乎黑色的深靛藍。海鳥漸漸少了，海面也變得空蕩蕩的，只剩下無邊的水和頭頂上巨大的天空。老人一個人在這片空曠裡，忽然自言自語起來。他對着空氣說，如果那孩子在這兒就好了。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會想起馬諾林，也許是因為太孤獨了，也許是因為他需要一個人分享這片海。但孩子不在，只有他自己和他手上的吊索。他繼續划着。太陽升得更高了，曬得他後背發燙。他把帽子往下壓了壓，把手浸在海水裡降溫。吊索從他的肩膀上垂下去，筆直地沒入水中，看不見盡頭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今天和過去的84天都不一樣。今天，那條魚來了。大概是中午的時候，老人正半閉着眼睛打盹兒，右手還捏着吊索。忽然，他感覺到一股輕微的拉動，不是那種小魚碰耳的亂扯，而是一種緩慢的、沉甸甸的下墜感。他立刻醒了，全身的肌肉都繃緊了，像一根拉滿的弓弦。他輕輕地捏住吊索，感受着那股力量。不是小魚，絕對不是小魚。小魚會跳，會亂竄，會急着把魚餌吞進去，但這個，它只是含住了魚餌。他的右手感覺到了一股更重的拖拽，那條魚開始游動了，不是逃跑的那種瘋狂游動，而是沉穩地往深海的方向游去。他帶着整條吊索，帶着老人的船，緩緩地移動起來。老人把吊索在背上繞了2圈，把全身的重量都壓上去，想把魚拉近一些。但他剛一用力，吊索就像一根鋼索一樣繃緊了，把他的手勒得生疼。那條魚不但沒有被拉動，反而拖着船開始往西北方向走。老人知道自己碰上了一個大家伙，他沒有慌亂，他坐穩了身子，把吊索在肩頭多纏了一圈，用身體分擔拉力。他看着吊索一點點往外走，在心裡估算着那條魚的重量和速度。他告訴自己，他會累的，只要我撐得住，他總會停下來的。於是，一場漫長的對峙開始了。想象一下那個畫面，無邊的大海上，一條小船，一個老人。小船被一條看不見的大魚拖着，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向西航行。太陽從東邊移到了頭頂，又從頭頂移到了西邊。而那個老人始終站在船尾，雙手緊握着吊索，一步也沒有離開。
他的手被勒得血肉模糊，吊索太细太锋利，像一把慢刀子在割他的手掌。他把手伸进海水里，讓鹽水的刺痛把麻木驅散，然後重新握緊。他的左腿抽筋了，站了一整天，那只老腿終於撐不住了。他咬着牙蹲下來，用右手狠狠地揉搓小腿，然後又站起來，繼續握着吊索。他說了一句話，是對自己的腿說的。他說：“你要堅持住，不要在這個時候背叛我。”他還跟那條魚說話，他知道魚聽不懂人話，但他還是說了。他說：“魚啊，我到死也要陪着你。”他說這話的時候，口氣不是憤怒，不是對抗，而是一種，怎麼說呢？一種惺惺相惜。他尊重這條魚，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魚。他的力量，他的耐力，他的沉默，都讓他感到一種近乎敬畏的情感。天黑了，老人把吊索繞在船頭，打了個結，然後用雙手撐着船舷，終於可以休息一會兒了。他太累了，渾身都在發抖。他的手伸進褲兜裡，摸到了半條前一天吃剩的魚。他咬了一口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，難吃，但能頂餓。他望着漫天的星星，忽然又想起來了馬諾琳。他說，如果那孩子在這兒，他一定會給我揉揉背，帶一點水來。然後他搖了搖頭，對自己說，沒有人，只有你，老家伙。第二天天亮的時候，老人看到了那條魚，它終於浮出了水面。老人說，他從沒見過這樣壯麗的東西。那條大馬林魚，通體銀藍色，脊背像一把彎刀，尾鰭像一面豎起的帆。它從水裡躍起來的時候，陽光打在它身上，整條魚像鍍了一層銀。它在空中停留了大概1秒鐘，然後重重地摔回水裡，激起一大片水花。老人看呆了，他活了這麼大歲數，見過不少大魚，但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級別的。他估摸着這條魚至少有18英尺長，比他的船還要長出好幾英尺。它可能重達1000多磅，是這片海裡真正的王者。震撼過後，老人更加緊張了。這樣一條魚，如果它真的發瘋，老人這條小船根本不夠他裝的。但那條魚似乎並不想拼命，它只是拖着船繼續往東北方向游。老人開始想辦法，他不能鬆手，鬆手就意味着前功盡棄。他也不能硬拉，硬拉只會讓魚受驚，到時候他會潛入深海，把吊索掙脫，或者乾脆拖着船沉下去。他只能慢慢消耗它，讓它累，讓它一點點失去力氣。這是一場意志的較量，不是力量和力量的對抗，而是意志和意志的比拼。老人說，魚啊，我會讓你後悔的，後悔咬了我的魚鈎。但他心裡清楚，那條魚不會後悔。魚不懂後悔，他只是在做他該做的事，活命。反而是他這個獵人比獵物背負了更多的東西。他有恐懼，有疲憊，有懷疑，有孤獨。這些情緒像一群蒼蠅一樣圍着他嗡嗡亂轉，他必須不停地揮趕它們。第3天了，那條魚還在拖着船走，速度慢了一些，但仍然沒有停下來的意思。老人已經精疲力盡，他的左手完全失去了知覺，右手的手掌被吊索割開了一道深深的口子，血把整條吊索都染紅了。他靠在船尾，閉了一會兒眼睛。他沒有睡着，他只是太累了，需要讓眼睛休息一下。他的腦海裡浮現出一些畫面，金色的沙灘，非洲的海岸線，還有沙灘上睡覺的獅子。獅子，海明威讓這個老人反覆夢見獅子，
不是鯊魚，不是大海，而是獅子。草原上那種慵懶的、高貴的、充滿力量感的獅子。老人喜歡夢見獅子，他說那是他年輕時坐商船去非洲時在海岸邊看到過的景象。那些獅子讓他覺得自己還是年輕的、有力的，還是可以征服一切的。他睜開眼，太陽已經偏西了，吊索上的拉力還在，那條魚還在。老人咬了咬牙，把吊索重新纏好，站了起來。他對自己說了一句話，一句你很可能聽說過的話。他說，人可以被毀滅，但不能被打敗。第4天，那條魚終於開始兜圈子了，這是他力竭的信號。老人知道決戰的時候到了，他把吊索收到最短，等着魚轉過來。魚開始轉第1圈，老人往後收了一截吊索，轉第2圈，他又收了一截，第3圈，第4圈，每轉1圈，魚就離船近一點。到第7圈的時候，魚的頭終於露出了水面，它張着嘴，眼睛空洞地瞪着老人，尾巴還在緩慢地擺動，它已經游不動了，只是在苟延殘喘。老人把吊索繞在右手上，用盡最後一點力氣，猛地一拉，魚終於側着身子浮在了水面上，像一艘快要沉沒的船。老人放下吊索，舉起魚叉，瞄準了大魚的心臟。他舉了很久，他不是猶豫，他是在等待一個最精準的時機。他知道，他只有一次機會。如果這一叉沒有刺中要害，那條瀕死的魚可能會用最後的力量掙脫吊索，沉入深海，再也不上來。海明威寫這一刻只用了一個非常短促的句子。他說，老人把魚叉高高舉起，用盡全力刺了進去。魚叉穿過魚身，老人感覺自己的整個身體也隨着這一刺被抽空了。他趴在船頭，大口地喘氣，看着那條魚的血染紅了整片海水。魚死了，它側躺在水面上，銀藍色的背脊映着陽光，一動不動。老人划船靠過去，他沒法把魚拖上船，船太小了，魚太大了，他只能用吊索把魚牢牢地綁在船側，然後升起帆，調轉船頭，開始返航。他看着那條魚，心裡忽然湧起一種說不清的複雜情感。他殺了它，他是獵人，魚是獵物，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。但當他看着那條魚巨大的身體，他覺得自己殺了一個不該被殺的對手。他輕聲說，魚啊，我很抱歉。魚沒有回答，他死了。老人又看了一眼那條魚，在心裡說，你是我見過的最了不起的對手，我喜歡你，尊重你，但在太陽落山之前，我殺了你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殺死這條魚只是這場冒險的開始，真正殘酷的考驗還在後面。血腥味在海水中擴散開來，就像一個信號，告訴這片海域裡的掠食者，這裡有食物。第1條鯊魚來了，是一條灰青鯊，大海裡最兇猛、最快速的殺手之一。它從深水裡衝上來，速度像一顆魚雷。老人看到它來了，握緊了魚叉，站在船尾等着。鯊魚咬住了大魚的尾部，一口撕下一大塊白色的魚肉。老人舉起魚叉，對準鯊魚的頭部刺了進去。鯊魚掙扎了一下，沉了下去，帶走了魚叉，也帶走了老人的繩索。大魚少了一塊肉，大約40磅。老人看着魚尾上的缺口，心裡疼了一下，但他沒有時間難過。他知道血腥味會引來更多的鯊魚。果然，不到1個小時，2條鏟鼻鯊來了。它們從大魚身上撕下大塊大塊的肉。老人用綁在槳上的刀子去砍它們，刀斷了，他就用船槳去打，
槳斷了，他就用舵柄去砸。他殺了一條又一條鯊魚，但更多的鯊魚還在趕來。夜幕降臨的時候，鯊魚群來了，不是3、5條，是一群，從四面八方湧過來。老人已經沒有什麼武器了，他用剩下的半截船槳拍打水面，用拳頭去砸鯊魚的頭，用腳去踹它們。但鯊魚太多了，它們在大魚身上撕咬、吞食。他停下來，靠着船舷，大口大口地喘氣。他看着鯊魚把大魚身上的肉一塊塊撕掉，看着銀藍色的脊背露出白色的骨架，看着那條曾經讓他敬畏和驕傲的大魚變成一具空蕩蕩的殘骸。他舉起那根半截船槳，想要再打一下，但他的手舉到一半就停住了，不是因為沒力氣，而是因為他忽然意識到已經沒有意義了。魚已經沒有了，只剩下一副骨架。老人坐在船尾，任憑船帆被風吹着，慢慢往港口的方向飄。他想起那條魚，想起他們一起在海上的那3天3夜。他想起自己說過的話：魚啊，我會陪你耗到死的。魚死了，但他也幾乎死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算贏了還是輸了。說他贏了吧，他帶回來的只是一副骨架；說他輸了吧，他又確實把那條魚從海裡拖到了岸邊。他忽然又想起了馬諾林，他對着黑暗的海面說：如果那孩子在這兒就好了，如果他在，至少有人陪我說說話。凌晨，老人把船劃進了港口，天還沒亮，碼頭上空無一人。他把船靠岸，解開纜繩，把桅杆和船帆收好。他太累了，渾身像散了架一樣。他摔了一跤，爬起來，又摔了一跤，又爬起來。他就這麼跌跌撞撞地走回了自己的小屋。那間小屋很簡陋，幾塊木板釘成的牆壁，一個鐵皮搭的屋頂，一張鋪着舊報紙的床。他摸黑走進去，把桅杆靠在牆上，然後一頭栽倒在床上，睡着了。他趴在床上，手心朝上，那些被吊索割開的傷口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觸目驚心，但他已經感覺不到疼了。他的身體已經幫他關掉了疼痛的開關，只留下一個指令：睡覺。他睡得很沉，沉到不知道馬諾林是什麼時候來的。他每天都會來碼頭看看老人有沒有回來。今天他看到那條巨大的白色魚骨架，嚇了一跳。他跑上碼頭，沿着小路衝到老人的小屋，推開門，看到老人趴在床上。他沒有叫醒他。老人醒來的時候已經快到中午了。他睜開眼，看到馬諾林坐在床邊，眼眶紅紅的。小男孩說：對不起，我不該聽他們的話，我不該上別的船。老人笑了，他動了動嘴唇，想說什麼，但嗓子乾得發不出聲音。馬諾林遞給他一杯咖啡，他喝了2口，緩過氣來。他說：我把魚丟了，馬諾林，他們把我的魚吃掉了，只剩下骨頭。小男孩看着他，認真地說：船還在，我們還可以一起去捕魚。我不管我爸媽說什麼，我就是要跟着你。老人看着他，眼圈紅了。他這一輩子被人嘲笑過，被人嫌棄過，被鯊魚奪走過勝利，被大海反覆折磨過。但在這個小男孩說出我就是要跟着你的那一刻，他覺得自己所有的苦難都值得了。門外海風從港口吹過來，帶着鹹腥的味道。碼頭邊上那條巨大的白色魚骨架還靜靜地躺在那裡，像一個沉默的紀念碑。沒有人知道它是怎麼來的，也沒有人知道它經歷過什麼，只有海知道，只有那個睡在小屋裡的老人知道。
在棚屋裡，老人又睡着了，他還是俯臥着睡，男孩還坐在他的身邊看着他。老人又夢到了獅子。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。老人與海是少見的以悲劇結尾，卻能帶給人向上力量的小說。如果有一天你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，想想它，想想那根繩子，想想那片海，想想那只在深夜裡獨自划回來的小船。當然，人生的難題從來都是主觀中糾纏着客觀。一本書並不能讓我們就此改頭換面，披荊斬棘，但是也許在某一個輾轉難眠的長夜，也許在某個堅持與放棄之間猶豫不決的時刻，老人與海的精神會在堅持的那一邊偷偷放下一個砝碼，幫你度過那一次難關。我們的一生中也許會崇拜无數位英雄，可是能拯救我們逃脫出生活泥沼的英雄只有一位，就是你自己。人可以被毀滅，但不能被打敗。好了，這本書就講到這裡了，晚安，親愛的朋友，感謝你的陪伴和聆聽，願你今晚也能夢見你的獅子。我是清河，我們下本書再見。好學貓